真是龙精虎猛，这已经是烧的第3次水。要不是小翠勾引世子，被世子妃责罚，在碎石子上跪了一晚，现在还下不来床。这抬水的活可还轮不到你。五儿，等会儿你可别想着勾引世子爷。五儿，熬夜看小说，我竟然穿越到了一个泡泡丫鬟身上。这写的什么呀？这小丫鬟五儿分明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却死得那么惨。要是我一定要让欺辱她的人都付出代价。和你说话呢，你耳聋了？姐姐放心，五儿不敢的。世子妃沈月柔看似温柔贤淑，实则也很毒辣。我记得书里的沈月柔因为怀孕，怕世子妃宠幸别的女人，就将不孕不育的五儿送上了世子的床。可五儿却怀孕了，最后还被沈月柔折磨惨死。世子妃，求求你放过我和我的孩子吧，五儿不敢相向世子。你觉得我会留着你肚子里的贱宠，来和我的孩子争宠吗？世子妃，世子快回来了，我们动作得加快了。把那贱宠抛出来喂狗。至于这贱婢，乱棍打死，然后扔到乱葬岗去。是，给我按住他。好。现在一切还未发生，我不能让五儿的悲剧发生在我身上。抬水。愣什么神啊！快进去伺候主子。是。在这个时代，丫鬟就是任人打骂的奴隶。既然我成为了你，我就一定不可能被人压着。我不仅要所有人都看清沈月柔的真面目，还要踩着曾经那些欺辱过五儿的人，直上青云。哼，至于男人，只是我的垫脚石。奴婢来伺候世子爷和世子妃。大晚上不睡觉，还要叫好几次睡。明日我不得黑眼圈都熬出来。五儿性格单纯，从未对世子有其他想法。是你残忍剥夺了他的生命。既然你这么怕别人勾引世子，那我就用你最害怕的方式替他复仇。世子爷，让五儿来帮您清洗吧。我怎么感觉浑身燥热？莫非是欲求不满？柔娘身子到底是差了些，2、3回就承受不了了。擦洗吧。奴婢手镯，世子爷恕罪。蠢货！世子爷，您没事吧？都是奴婢不好。你想死吗？你想死吗？世子爷，以往初开月柔，我从未对其他女子有过一丝起恋。如今我竟被一个丫鬟勾起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叫五儿，1、2、3、4、5的5。这名字平庸且俗气，传出去国公府，那可是要被人笑话的。我给你改一个可好？以后就叫你五儿，可
可好？吾儿多谢世子爷赐名。不过是个笨丫鬟，如此胆小，和柔娘比还差远了。下去吧。是。怎么进去服侍了这么久？今日世子要的多了些，快下去吧。是。世子爷，你应该出门了。世子爷，请用茶。爷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今日这衣裳倒是挺适合你的。多谢世子爷夸赞。柔娘昨夜劳累，别吵醒她，让她多歇息一会儿。是。想要摧毁敌人，就要先削其爪牙，破其势力。海棠，你也是加害吾儿的人，那我就先除掉你这个绊脚石。现在几时了？回世子妃，53刻了。都这个点了，怎么不叫我起来？不知道今日我要去请安吗？是世子爷今早特意嘱咐我们，让我们不要打扰世子妃你。哼！蠢丫头，世子爷那是心疼我。你们心里没数吗？今日不去给那个老太婆请安，她指不定要怎么搓磨我呢。沈月柔是庶女，世子爷以死相逼娶了她，国公夫人自然不喜爱她，还对她颇有微词。你与世子爷伉俪情深，就算国公夫人有意见，那又如何呢？说你蠢，你还真蠢，这种话也敢说。是奴婢愚钝。吾儿虽长得貌美，却是男孕体质，而且还蠢笨如猪。这人放在身边，既显得我有当家主母的大方，而且他的胆量也不敢勾引世子。行了，伺候我梳妆吧。是。昨夜要不是世子要得太狠，我也不至于睡得这么沉。吾儿，昨夜是你伺候我擦洗的？是。那世子就没有对你做些什么吗？没。吾儿，你给我跪下！世子妃饶命，吾儿不知道做错了什么。你还狡辩，我都看见了。你还狡辩，我都看见了。世子妃饶命，奴婢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是奴婢伺候的不好吗？你知道的，只要是对世子好的，我一切都好说。吾儿，昨夜之事，既然世子愿意，你就不必瞒我。沈月柔是在诈我。世子妃恕罪，昨夜世子叫了3次水，奴婢跑来跑去，实在劳累，就在门外睡着了。是奴婢坏了守夜的规矩，该受世子妃责罚。不过犯了点小错都当天大的事，看来他是真没那个胆子勾引世子爷。好了，这次就算了，但不能有下次。我对你们要求严格，你们也别怨我。国公府规矩多，稍有差错就会掉脑袋。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。奴婢明白。好了，去拿衣裳伺候我穿上，我马上过去请安。要不是那个死老太婆迟迟不把掌家权交给我，我何至于日日想着如何讨好她。
国公夫人不喜沈月柔，所以一直捏着掌家拳不放手，而我又怎会让你沈月柔那么轻易地得到这掌家拳呢？怎么不拿蓝色那套？粉色娇嫩，世子妃如今正是花一样的年纪，穿这个定能艳压群芳。而且世子爷身边老是围着一群莺莺燕燕，也该让他们知道您才是最美的女子。替我换上吧。国公爷宠妾爱穿粉色，国公夫人最厌恶这颜色。沈月柔，等会儿有你好受的。世子妃进门都快1个月了，怎还会连你的喜好都不知？还穿那柳姨娘最爱的粉裙，不知你和柳姨娘不对付吗？都是不知廉耻的浪蹄子。柔娘见过母亲。世子妃，你还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别人的媳妇5更就要伺候婆母，你倒好，连早上的请安都自己免了。不是的，母亲我……夫人明鉴，世子妃不是故意误了请安，而是世子见世子妃日夜服侍，太过劳苦，所以特地吩咐让世子妃多歇息一会儿。主子说话哪有你这下人插嘴的份儿？母亲恕罪，我儿蠢笨，不是有意冒犯你，还不去外面罚跪。是。慢着，我看这丫头倒是机灵得很，倒是世子妃你平时不教导下人，现在跑到我面前来打骂下人，感情这国公府已经换你做主了。这老太婆就是故意搓磨我。儿媳也只是想约束丫鬟，并没有想越过母亲。小门小户的庶女，就是上不得台面。你看看你整日穿的什么东西，世子妃该有的端庄，你是一点没有，倒像是那勾栏里的娼妇。就你这样的，还想执掌国公府，传出去不得被人笑话死？儿媳回去以后，一定好好反省。既然世子妃不懂规矩，那就多跪一会儿，长长记性吧。是。昨晚叫了一夜，现在又跪冷地。沈月柔，你的好日子现在才来呢。五儿，你看看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，害我被那个老太婆折磨成这样。就是，谁不知道夫人最恨世子妃和世子感情好，你还敢说那样的话，这不是故意害世子妃吗？我只当你平日里是老实蠢笨，口无遮拦，没想到心底弯弯绕绕这么多。现在我不得不怀疑你是不是别有用心。世子妃，吾儿冤枉啊！奴婢虽莽撞，但是却是形势所迫。你是世子心尖尖上的人，今日若是受了委屈，世子怪罪下来，奴婢们可担当不起啊！那个老太婆就是见不得别人好。世子妃，夫人不但想针对您，还想把手伸进您的院子里呢。前几日不还说要选个丫鬟做通房塞给世子，我儿平日里也不爱出风头，今日却在夫人面前如此大胆，也不知存的什么心思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今日突然推荐我穿那粉色衣裙，害得我被那老太婆羞辱，不配做世子妃。原来你是在这儿等着呢。世子妃明鉴，奴婢也是因为世子说喜欢粉色。你个贱婢，还骗我说没有和世子说过话。世子妃，既然吾儿心存异心，不如将她罚为2等丫鬟，以后夜里便由海棠来伺候，可好？那也太便宜她了吧。来人，给我把这欺主的丫鬟拖下去，乱棍打死。世子妃饶命！是因为今天早上海棠姐姐给世子送茶，世子夸海棠姐姐的衣裙好看，我才会推荐您穿粉色的。送茶？海棠，你倒是会献殷勤，竟然还能让世子爷夸你。奴婢只是想努力伺候好世子爷。世子爷需要你努力伺候吗？贱婢，我看你才是那个别有心思的人吧。世子妃，世子妃，奴婢说错了，奴婢只想伺候您。这天高地厚的丫鬟。世子妃，世子爷回来了。将海棠降为2等丫鬟，掌准20，罚跪3个时辰。不要啊，世子妃！
把他拖到柴房去滚，别让世子爷看到了，坏了我在他心中的形象。是，走，我知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柔娘，我回来了。世子爷，柔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有所不知，今日我去和母亲请安，她不仅当众为难我，还斥责我是娼妇。什么？母亲怎可如此对你？我只是个小官家的庶女，母亲看不上我也是应该的，毕竟我本就配不上你。可是我也是您3媒9聘、明媒正娶的妻子啊，她怎可如此侮辱我？母亲这次真的是过分了。柔娘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受这委屈的。明天我就去和母亲好好谈谈，让她以后别为难你。那怎么可以呢？她可是你娘，你怎可为了我忤逆她？柔娘，你这般美好，可是我这一生一世都要护着的人，我怎可让人欺负你呢？就算是我的亲人，那也不可以。世子爷，你对我真好。他这是犯了什么错？就让他跪着。他这是犯了什么错？要让他跪着。是奴婢蠢笨，做错了事，世子妃罚我也是应该的。对，世子爷，我不过是小小惩戒一下他罢了，又不是真正打骂他。起来吧，另外去给世子爷沏一杯寒茶来。是。如今海棠也被罚了，那今晚可就我一个人了。宁思涵，你早已是我的掌中之物了。世子爷、世子妃，请用茶。世子爷，这是妾身给你准备的高山寒茶，能降温去火，您尝尝。哦，柔娘，有心了。这茶水怎么味儿这么怪？宁思涵精力旺盛，沈月柔被折磨得连身子都不好了，想让她消停会儿。不过这茶水里被我下了药，等会儿宁思涵必将欲求不满。没你的事儿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怎么了？无事。柔娘，你今日好香啊！爷，你好坏啊！世子爷，妾身服侍您歇息。爷，你怎么了？也觉得好热。柔娘，我们该就寝了。抬水。世子爷。伺候世子妃擦洗吧。是。我让你想休息，都被折腾得晕死过去了，明天怕是床都下不来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竟在月柔身上找不到一丝愉悦，反而几次被这抬水小丫鬟勾了起来。世子爷，让奴婢伺候您吧。
世子爷恕罪，是奴婢伺候不力。那可是给母猪配种的发情药，烈得很。宁思涵现在怕是根本就没有满足。世子爷不要，我会惊扰世子妃的。竟然怕惊扰他，那你还将柔娘摆成那种姿势做什么？莫非被他看着更刺激是吗？更刺激是吗？吾儿没有。三番两次的勾引我，吾儿，你胆子不小啊！世子也是吾儿的主子，吾儿伺候您是应该的。只是，若是被世子妃发现，奴婢恐是要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。世子爷还是放过奴婢吧。世子爷，你们。还好宁思涵打晕了沈月柔，不然被沈月柔发现，以宁思涵如今对我的喜爱程度，可不会报效我。你放心，他不会发现的。不过你只是个爷叔家的丫鬟，要是生出什么野心来，爷定不轻饶你。世子爷不要！世子爷！可别忘了我叮嘱过你的，我们的事不能让柔娘知道。奴婢知道的，奴婢只是个丫鬟，在国公府里无权无势，得罪了世子妃，奴婢定是没什么好下场。到底是我强迫了她，虽不能抬声小气，既然已经是我的女人，那我理应护着她。世子爷，水凉了，奴婢重新打一盆来伺候您擦洗。这都日上三竿了，沈月柔那个贱人，今日请安竟还敢迟到！夫人，老身听说昨晚世子房中的灯亮了一夜，那世子妃夜夜勾着世子做那档子事儿，耽误请安，这分明就是不把您放在眼里嘛！哼，反了天了！那这掌家权以后交到他手里，那还得了？随我去他院子里，我要亲自教导他何为人妇。是。你夜里是怎么伺候我的？这个样子，你让我如何去请安？还有，我脖子怎会如此疼痛？呀，世子妃，您这是落枕了，都怪世子爷，喝了那碗寒茶，精力还如此旺盛，将您折腾成这样。可我怎么记得，我这好像是被人打的，而且我还看见……沈月柔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？儿媳见过母亲。沈月柔，你既嫁为人妇，不恪守本分，孝顺公婆，相助夫君，反而拉着世子日日淫乐，亏世子的身子，你是想耽误世子的前程吗？母亲，我没有。你嫁到国公府这么些日子，未曾怀上一儿半女，若是坏了国公府此次繁衍大事，你该当何罪？若是再发生这种事，我会告知国公爷，让他出面，让思涵休了你。是，儿媳铭记母亲教诲。要不是你这贱婢夜里不好好伺候，害得我落枕，我今天也不会错过了请安，被这老太婆一通责骂。世子妃恕罪啊，奴婢不敢打扰世子与世子妃安眠，给您宽衣之后便出去了，是奴婢不对。从今夜起，奴婢必定时刻守在主子榻前，寸步不离。现在这嘴巴倒是会说了，刚才老太婆羞辱我的时候，怎么又哑巴了？贱婢，我看你就是想看我被那老太婆辱骂。世子妃警醒，我要谨言慎行，奴婢不敢多说什么。
该说的时候不说，不该说的时候又胡说。既然你这嘴这么不中用，不如戳烂算了。柔娘，快住手！世子爷，您怎么回来了？世子爷，柔娘，你是想刺死这个丫鬟吗？你以往那么温柔善良，怎么像毒妇一般持簪伤人呢？你以往那么温柔善良，怎么像毒妇一般持簪伤人呢？世子爷有所不知，这丫鬟实在是不懂事，作为主子，教训她一下也是应该的。我只不过是想做做样子，吓唬她一下，没想到她反应这么大，把自己碰伤了。又是这丫鬟，做错了事吗？是奴婢不慎，冒犯了世子妃。原来如此，世子妃仁慈，又不会真的罚你，你躲什么？万一不小心伤到世子妃，那如何是好？奴婢知错。既然这丫鬟已经知错了，手又受了伤，柔娘你就饶她一回吧，以后好好教导便是了。难得世子爷为一个丫鬟说话，妾身又岂会跟她计较？出去吧。是。多谢世子妃。世子爷，妾身的手，我刚才还差点被扎到了呢，您疼疼妾身吧。为何我现在会对柔娘半点兴趣都提不起来了呢？反倒是……柔娘，我想起军营里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啊，世子爷！来人，去请一个府医过来。爷，痛。手伤的厉害吗？让爷看看。爷别看了，奴本卑贱，世子妃打骂奴婢是应该的。也没想到，柔娘平时连路上的蚂蚁都舍不得踩，竟也会打骂下人。不过柔娘心性天真善良，你日后别再犯错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就算这样，还以为你的世子妃是无辜小白花吗？是奴婢没有服侍好世子妃，还和爷您私相授受，奴婢实在是罪该万死。我以后还是不要再见爷了。五儿，你想跑哪儿去？你不说，我不说，他又怎会知道？世子爷不行的，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五儿，爷现在心里只有你。世子爷，我儿心里也只有你。丢下沈月柔来和我私会，宁思涵，你的心已经不是沈月柔一个人的了。五儿姑娘，听说你被世子妃打伤了，我特地给你带了些玉肌膏，祛疤效果极好的。先前还想让我被责罚，现在又来示好，莫不是黄鼠狼给羁绊你？那真是谢谢姐姐了。五儿姑娘客气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世子妃房里的一等丫鬟了，不过粗使丫头罢了。能给姑娘送药是我的荣幸。原来是想巴结我，重新回到沈月柔身边。这段日子苦了姐姐了。其实
世子妃还是念着你的，这阵子一直嫌没人会梳头，骂我们大家都不如姐姐你呢。真的吗？自然，姐姐不在的这些日子，世子妃不梳她，我们也跟着提心吊胆。唉，我蠢笨，不适合服侍世子和世子妃，这些日子犯了不少错，世子妃恐怕是要容不下我了。怎么会？世子妃宽厚待人，你不必担心。你看，我这手伤成这样，夜里是伺候不了世子和世子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还不如自请降级，把机会还给姐姐你呢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可你要如何自请降级？只要我犯个大错误，世子妃自会将我撵出去。可以世子妃的性子，恐会伤你性命啊。所以我有一事要求海棠姐姐帮忙，只要姑娘需要，尽管开口。明日若是世子妃要打杀我，还请你去告知世子。你不要命了？要是被世子妃知道，我们都会没命的。海棠姐姐，世子妃阴晴不定，只因姐姐你想尽心伺候世子爷，她便将你罚得如此惨重。难道姐姐就不想让世子爷看清她的真面目吗？可世子爷未必会听我的。世子爷那么赏识你，怎会不理你呢？别忘了，世子爷可夸过你呢。若不是因为世子妃，说不定你现在就是世子的侧妃了。我答应你，可若是世子爷没来，你可不要怨我。自然。好戏要开始了。爷，你轻一点嘛，人家忍不住要叫出来了。你这么勾人，叫爷怎么忍得住啊？再说，你可要把嘴闭紧了，不然吵醒的柔娘也让你好看。别！小妖精，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。爷，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我今日在世子妃的茶水里面加了安眠药，无论多大动静，她都不会醒来的。你这小丫鬟，居然敢给我的世子妃下药，真是该罚。那爷要怎么罚我？那就罚你好好伺候爷。小妖精，看我不好好收拾你！爷，你轻一点嘛，放过奴婢吧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世子看见我的真面目，我要隐忍。五儿，还真是你这个贱人，敢勾引世子爷！若不是我问了府医，发现脖子上的伤不是老治，恐还会被你们埋在鼓里。夫人，这不是落枕呐，而是被武功强劲之人打晕的痕迹。什么？世子是武将，是世子将我打晕的。他为何要打晕我呢？爷，趁世子将我打晕，勾引他。明日我定要将你这贱婢千刀万剐。世子妃，该起来了。五儿，你老实交代，我脖子上这印子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昨晚我根本就没有给沈月若下药，为的就是让她发现我和宁思涵的奸情。天哪，世子爷怎么这样啊？您身子才好了一些，世子就这般渴求您，实在是太粗暴了。是吗？贱人，我看你要演到什么时候？世子妃，其实有句话奴婢一直没敢跟您说，世子爷每夜在您入睡后还对您做那种事，是因为世子爷太过疼爱您，所以才会。原来如此。来人，把这个欺主的丫头拖出去，乱棍打死。是，世子妃，是，奴婢不知做错了什么，您这是何意啊？我早已请了府医查清，这根本就不是老治，而是被人打的。而就在昨夜，你这个贱人竟趁我熟睡勾引世子爷，在卧榻上与他颠鸾倒凤。
奴婢没有，世子妃恕罪啊，世子妃。我看你享受得很，你真是出息了呀，五儿。既然你这么勾人，还这么会骗，寻常男子怕是降不住你吧？不如我给你寻一个更好的。来人，牵条狗来。低贱的丫鬟就该配这畜生。我倒是要看看，要是你被畜生糟蹋了，还怎么去勾引世子爷？给我把他的衣服扒了！五儿这个贱人，原来早就和世子爷勾搭上了，难怪今日要我去找世子来护他。不过世子爷竟会对五儿这种丫鬟上心，那我比五儿还要美，他还夸过我。若是能让世子看清世子妃的真面目，我岂不是有机会坐上侧室之位？上次有世子爷护你，今日世子爷早就出门了，不到晚上可回不来。我看这次还有谁能护着你？这手正好在发情期，等会儿给你喝下这春药，刚好让他满足你这个爱勾引男人的贱人。喝呀，喝下去，喝！住手！世子，您为何这个时候回来了？都给我滚！世子爷，我若是不回来，你是不是要逼迫五儿跟着畜生发生有违人伦之事啊？爷，您误会了，妾身只是做做样子。上次你说只是责罚，这次我却是亲眼看见你是如此歹毒。熟娘，你以往的温柔情书去哪儿了？是不是在我看不见的时候，你更加肆意妄为？该死的贱人，竟能将世子找来维护他！以往爷爱我如珠如宝，许诺要与我一世一双人，如今却为了个丫鬟这样责备我。若爷心里都没有了当初的誓言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不如死了算了。熟娘，爷怎么会忘记呢？沈月柔果然还是有些手段的，三言两语就让宁思涵动摇了。宁思涵也是眼盲心瞎啊，真是一对贱人。世子妃，纵然不相信奴婢，但你也应该相信世子爷呀。奴婢与世子爷是清白的呀。奴婢与世子爷是清白的呀。莫非是柔娘发现我和五儿的私情了？好不容易才挽回世子的心，若这个时候让爷知晓我是因为嫉妒才要大杀他，爷岂不是会觉得我是一个妒妇？会心之气只能先忍忍了。你这丫头，我怎会怀疑世子对我的心呢？为了维持在宁思涵面前的温柔善良人设，沈月柔还真是心胸宽阔。更何况，您跟世子情比金坚，奴婢不过只是一个小丫鬟，世子爷如何看得上我呢？是啊，柔娘，我怎么可能和一个丫鬟有什么呢？行了，快起来吧，我只是吓吓你罢了。奴婢多谢世子妃宽恕，但奴婢自知愚笨，没把主子服侍好，自请责罚。
你服侍的极好，又怎舍得罚你呢？确实该罚。柔娘，你心性温柔，要学会该罚就罚，省得我总担心下人把你欺负了去。不如先将五儿弄到我书房里去，我也好护着她。爷说的对，那就让海棠回来，五儿你去小厨房伺候吧。爷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正好让这个贱婢离世子远一点。好，既然是你房中的丫鬟，那柔娘做主便是。奴婢谢过世子妃恩典。这是膳房今日准备的玫瑰露，您尝尝。都怪五儿那个贱婢，将世子的心勾走了。最近任凭我如何撩拨他，都无动于衷。世子妃，时辰到了，该去寒山寺上香了。今日就算了吧，正好爷今日休沐，不如我多陪陪爷。柔娘，你不是早就说要去给家人祈福吗？我想起待会儿我还有公务，就陪不了你了。那我去书房陪爷好了。柔娘，事关紧要，我先去忙了。爷，世子妃，爷就这么走了？要不我去把爷叫回来吧？叫回来？你好阿谀奉承，勾引他是吧？奴婢只是想替世子妃分忧。要不是五儿和爷不清不楚，你以为我会让你回来吗？若是你敢像五儿一样勾引爷，五儿的下场你是看到的，赏你的可就不是畜生了。奴婢明白。那世子妃现在是去寒山寺上香吗？刚刚爷说的，你没听见吗？没有。还不快去准备车轿？是。爷，世子妃的马车已经朝寒山寺的方向去了。好，你让小厨房那边送碗玫瑰露来。至于让什么人送，五儿姑娘以往就是伺候您和世子妃的，让她送最适合不过了。快去吧。快送进去吧，世子爷等着玫瑰露已经有些时候了。恐怕等的不是这个吧？是。世子爷，半个月都没见了，你还记得我这个爷呢？小没良心的，让爷等了这么久。奴婢不是故意耽搁，而是爷说想吃玫瑰露，所以奴婢特地去准备了。我记得膳房不是每日都会提前备好吗？因为天热，提前准备的，过了时辰难免会变味儿，所以奴婢就重新给爷做了一碗。哦，那这么说，这花也是你亲自去采的了。五儿，你可知送花给男人是什么后果？爷，奴婢不是这个意思，奴婢只不过是按您的吩咐。五儿，爷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可要想好了再说。没想到宁思涵还是个病娇，是奴婢想亲手给爷做。
这才对嘛。那日爷本想你来我这院子里伺候，没想到你竟自请去了膳房。五儿，你可怪爷没护下你。五儿，你可怪爷没护下你。奴婢不敢，本就是奴婢做了对不起世子妃的事。没想到熟娘竟有如此善妒的一面。五儿，你放心，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。爷，爷，我们以后还是不要再见面了。五儿，你又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在膳房有人欺负你了？欺负奴婢的不是别人，而是您。我？你与世子妃许诺一生一世一双人，那奴婢就永远是一个见不得光的人。而且奴婢也不想看着世子妃和您离心，所以，爷，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，对你对我都好。半个月不来见爷，你就这么想吗？世子爷，求您不要再和奴婢错下去了。好，那你走吧，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。多谢世子爷成全，奴婢告退。以退为进，宁思涵，我会让你主动来找我的。爷，您快看，这玫瑰开得多艳啊！娇花配美人。自那日去了寺里祈福，回来以后爷便日日宠我。看来那日的事，他完全没放在心上。我儿一个贱婢，怎能和我比？爷，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，对你对我都好。世子爷。怎么了？爷，这日头这么晒，妾身有些热，不如我们……我还有事要忙，你先回去吧。世子爷，这是膳房那边送来的玫瑰露。放那儿吧。哎，我今日没让膳房送这个过来，这是谁送来的？是五儿姑娘。不过她送到门口就走了。走了？怎么没留下她？五儿姑娘说你不愿见到她，所以就……我那日是狠心无情了些，不知道多伤她的心。她那么胆小慎微，她是该哭了吧？你去看看她，把一举一动都汇报给我。是。爷，五儿姑娘刚才吃了8个点心。胡扯！定是你看得不够久，没发现她在被窝偷偷流泪。再谈再报。是。爷，五儿姑娘嫌热，抱了冰枕，一脚踢了被子。她定是太思念爷，把那冰枕当成爷了。爷，既然你对五儿姑娘这么在意，为何不直接将她纳为妾室？可我答应了月柔，这辈子只她一人。可如今，你再去谈，她每日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吃什么，都细细报与我。另外，千万不要让她发现，也时刻关注着她。是，请爷放心。去。世子妃，这小人为人你是说，我上香那时，我儿去了世子书房？不仅如此，膳房的下人还亲眼看见我儿摘了这玫瑰，给世子做了玫瑰露呢。
这个贱婢，竟然还敢勾引世子爷！世子妃息怒。据小厨房的人说，五儿在小厨房也不干什么重活，还常常摆出主子的姿态，十分轻松自在。这里头难保没有世子爷罩着他的缘故啊！这个只会勾引人的下贱坯子，去，把五儿给我叫过来。是。海棠姐姐，哼，长着一张好脸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个蠢货。五儿妹妹，世子妃让你过去一趟，说有事找你。世子妃找我，不知是何事啊？你过去了就知道了，快走吧。海棠姐姐，我近日在厨房做活，身上都是油烟味儿，不如姐姐稍等我片刻，我换身衣服就随您过去。那你快点儿。宁思涵一直派人监视我，害我做不了其他的接近他。不过沈月柔倒是会给我送机会。奴婢见过世子妃。贱婢，况会装成清纯无辜的模样。五儿，虽然你如今不是我房中的丫鬟了，可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的主子。可你现在眼里还有我这个世子妃吗？五儿不知道错在哪里了，让世子妃如此动怒。都被罚到小厨房去了，竟然还不老实。五儿，我本想放你一马，没想到你本性竟如此淫荡，闻着味儿都能跑到世子的房中，你好大的野心啊！还请世子妃明察，奴婢把东西交给了伺候世子的丫鬟了，并未进入到世子房中。还敢撒谎！我上香那日，你分明就进了世子房中。我上香那日，你分明就进了世子房中。贱婢，你是不是已经谋划着有一天爬到我头上去了？世子妃，还请世子妃恕罪，奴婢已经和世子爷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也不会再见世子爷了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？你就是靠着这张脸勾引世子爷的是吧？要是毁了，我看你还怎么勾引他！住手！世子爷，我……柔娘，我是真没想到你竟如此善妒。你这次又要将这丫鬟如何？是不是但凡与我沾边的女子，你都要一一打杀呀？我只是太害怕了，害怕也爱上别人啊！你放心，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女子，只是以后别再胡思乱想，伤害他人了。另外，放过这个丫鬟吧，她不是有那种非分之想的人。既然我是你最爱的人，难道你不应该无条件站在我这边吗？世子爷，你的心已经飘了。世子妃，地上还有碎片，会划伤你的，快起来吧！好一个贱婢，竟勾得世子爷处处为他说话。世子妃息怒，我儿这卑贱的身份，只能当个玩意儿罢了。就算世子爷真看上了他，顶了天，也只是个通房。不行，我儿这人留不得了。这么会勾得世子爷护着他，难保今后世子爷不会被他给蛊惑。那能怎么办呢？如今世子爷已然和您撕破了脸，要护着他。世子妃再动手，难免影响夫妻感情。除非什么？马上国公也就要回府了，夫人已经安排了家宴。若是五儿在家宴上犯了什么错，惹得夫人不快，世子妃您再借刀杀人，铲除了五儿。你说的对，
这样，不仅世子爷还怪不到我头上，还能让那个老太婆心里膈应。一石三鸟。可是如今，我和世子爷有了嫌隙，就算扳倒武儿，我和他也再难回到以前。世子妃，这次家宴不正是您的机会吗？只要讨好了国公爷，让国公爷开心，世子爷看您这么能干，他的心自然也就回来了。届时还有国公爷的撑腰，您世子妃的地位就不可撼动啊！你说的对，明日你就去吩咐膳房那边研制出新奇的菜。我要在家宴上让世子爷对我刮目相看。是。今日多谢世子爷解围，我不过是路过罢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奴婢就先退下了。反正爷说过，以后再也不想见到奴婢。爷，那您看还要继续监视我二姑娘吗？继续跟着。是。世子妃对你们做的菜很不满意，若是再做不出，你们就等着掉脑袋吧。哎呀，你说你们啊，怎么做的菜？你说我怎么交代？刘管事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世子妃为何如此动怒？过几日国公爷就要回来了，要举办家宴，世子妃要咱们小厨房安排几道菜献上去，表表孝心的。可是咱们厨师的铲子都要抡飞了，世子妃都不满意呀。原来是想在家宴上讨好国公爷。刘管事，我以往在世子妃面前伺候，倒是知晓她的口味。我这儿倒是有2道家乡菜推荐，不知您意下如何？五儿姑娘可是世子爷都让我好生善待的人，但说无妨啊。此菜名为麻辣小龙虾。小龙虾？小龙虾？这种红色河虾在我们那儿又叫小龙虾，除开传统的蒸煮做法，其实它最适合的是加辣爆炒。河虾还要加辣？这么热的天，那还有人吃吗？是啊，我二姑娘，那这要是到时候世子妃不喜，怪罪下来我们可担当不起啊。那这就要说到第2道菜了。这个时节紫苏盛产，紫苏口感独特，若是加上些许冰糖和柠檬，制成紫苏汤，冷却后再加上少许冰块，口味酸甜可口，还能解暑。对呀，这一热一寒，既满足了主子们的食欲，还能解除小龙虾的辛辣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好，我这就让人去采购紫苏。哇！按照我二姑娘的做法，这河虾做的好香啊！哎呀，来，哦，此等美味只能天上才有啊！此等美味只能天上才有啊！不仅解渴，还让人食欲大增。快给世子妃送过去吧。是。哎呀，刘管事啊，五儿姑娘还有事？实不相瞒，我之所以会来到厨房，是因为得罪了世子妃，所以
若是他问起小龙虾是谁做的，你可千万不要提我的名字，我怕世子妃会迁怒你们。五儿姑娘放心，我就说是我们厨子自己腌制的。多谢刘管事。这河虾竟然还有这种做法，这2道菜配在一起，简直是极品呐！世子妃喜欢就好。这菜是谁想出来的？是厨子想出来的新花样。好活当上，海棠。哎呦，这菜世子妃很喜欢，只是国公爷回来了，世子妃要表孝心，那这菜自然就是我们世子妃做的，懂了吗？奴才明白。谢世子妃，谢世子妃。你是说，他整日待在小厨房，就是在捣鼓这个？是啊，世子爷，五儿姑娘，听说您最近食欲不好，这些日子一直在研究新菜式。你是说，这菜是他专门为我做的？五儿姑娘，原来是你啊，我还以为是谁想来偷菜呢。不敢，我只是路过。是吗？你是世子爷书房里的人，一个在东边，一个在西边，八竿子都打不着。其实你是世子爷派来监视我的吧？别害怕，我没有恶意，我呢其实就是想找你帮我一个忙罢了。五儿姑娘有什么吩咐？我要你去找爷，让他亲自来找我。当然了，世子爷，您是不知晓，五儿姑娘为了做这2道菜，最近都瘦了呢。她竟处处为我着想，还这么辛劳的为我做了这些菜。此等美味，真是前所未闻，只是有些辣了。世子爷，这是紫苏汤，喝了就不辣了。一冷一热，还不失口感，他究竟是如何想的这种法子的？哎，世子爷，你有所不知，做这个紫苏汤是要清晨的晨露啊，所以五儿姑娘公鸡都没打鸣呢，就起来了。而这河虾处理起来又相当困难，她要是忙到了半夜才睡，我刚才见她都快要病倒了。你说什么？她病了？五儿姑娘如今只是一个粗使丫鬟，按例还不能叫府医，这要是一病不起，不行，我要去找她。五儿，爷，您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病成这样，都不和我说啊？爷不愿意见到我，奴婢又怎敢去打扰您呢？都是爷不好，才让你病得如此重。不仅如此，还替我做了那2道菜。爷，是奴婢没有照顾好自己，才让您费心了。傻丫头，你不来找爷，爷这几日心里头过得也不好啊。爷，
奴婢还病着，您身子尊贵，还是应该远离这些，免得过了病期。可你，无人照顾啊。爷不用担心，奴婢敷了驱寒的紫苏汤，已无大碍。倒是爷，听说爷近来公务繁忙，连饭都吃不下了，我特地给您做了些紫苏点心。他竟一直偷偷关注我，就算不在我身边，你都知道我最近食不下咽，终日睡在我枕边的柔娘，却毫无知觉。我儿，爷以后再也不丢下你了。沈月柔，宁思涵的心很快就彻底是我的了。今日家宴，爷见您这么美，一定会和您重归于好的。就你会说话。对了，菜都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世子妃您献给国公爷，到时候国公爷一高兴，您就是国公府摆到台面上的世子妃了，就连夫人以后也不敢再为难您。死老太婆，就等着吧。只是世子妃这样对我儿会不会有些残忍了？怎么，你心疼他，还是说你想和他换回来了？奴婢只是听说这些天他病了，世子书房的小厮好几次过去送东西呢，这还是厨房的张副管事无意中瞧见的。那贱婢竟然连世子书房的人都勾搭上了。那倒未必，那小厮家中几代服侍国公府，岂是那被主的人，断不敢动世子妃院子里的丫鬟，只怕是世子偷偷给我儿送东西。真是病了也不消停，我以为他最近乖曲，背地里竟然还在勾引世子爷。贱婢，他怎么敢？五儿，让你敢勾引世子爷，今日我就让你付出代价。世子妃，看来那五儿手段真是了得，若是今日家宴不能置他于死地，他恐怕下一步就要蛊惑世子爷纳他为妾了。今日家宴，五儿必死无疑。这次不仅你父亲回来了，连你那个不成器的弟弟也一起回来了。柳姨娘整日和国公爷诉苦，这次他儿子宁思昭回来，一定是还惦记着你的世子之位。您才是父亲的正妻，而我是您的孩子，嫡庶有别，就算没有我，这世子之位也轮不到他来做。你也知道你是嫡子，还非要娶沈月柔那个小官庶女，对你一点助力都没有。事到如今，也不能换一个世子妃，只求他以后做事谨慎些，少丢人现眼，坏了我们国公府的名声。母亲放心，我会提醒月柔的。家宴就要开始了，随我去前厅吧。是。爷，爷，这是小厨房那边做的紫苏点心，这是我二姑娘让我送来的。她说今日家宴怕您应酬太多，到时候吃不了多少饭菜，让您先填填肚子。你看我二姑娘多关心你啊。她有心了，她现在病着，让她好好休息。今日家宴，老夫人身体不适，不能出席，我们开宴吧。爹，您刚从边疆回来，儿媳为您接风洗尘，特地研制出2道新菜式。哦，呈上来看看。这就是儿媳为您准备的菜。这分明就是思涵，家宴上竟如此无礼，你这个世子就是这么当的？这分明就是我儿替我做的，怎么成了柔娘亲手做的菜呢？思涵，还不坐下？嫂子，这菜闻着好香啊，而且从未见过呀。
这是眼下最时新的河虾，配上西洋来的辣子，爆炒后格外鲜香。这可是儿媳费了好大功夫才研制出来的。爹娘，你们务必要试试。世子妃，这河虾做的不错呀。嫂子，此等美味，为何以往没见过呀？嫂子还真是深藏不露啊！味道虽辛辣，却十分可口。以往吃了这么多虾，这种吃法还真是第一次见。世子妃今日这份孝心，真是甚得我心，当赏。多谢爹夸赞。见人最会演戏。夫人、世子，你们也来尝一尝，不要负了世子妃的一片好心呐。是，国公爷。我没胃口，不必了。媳妇儿是你自己选的，现在又来摆脸色，还是说你是没心情陪我这个父亲吃饭呢？爹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这河虾……世子啊，你现在也25了，老大不小了，也该和世子妃为国公府添枝散叶了。爹，儿媳一定和世子努力，争取早日让爹您抱上孙子。好，有了孩子以后，我也才好将国公府交给你们。世子，你觉得呢？世子，你觉得呢？是，儿子明白。届时您和娘儿孙环熙就可以退居幕后，享受天伦之乐了。就知道这贱人没憋什么好，原来一直惦记着掌家权。世子妃说的不错，这辣炒河虾好吃是好吃，就是有些咸，吃了饭渴。娘，儿媳已让人准备好清凉解渴的汤水，这就让人给娘端上来。五儿见过姐姐，还真是病得不轻。五儿妹妹，今日国公府家宴，现在厨房这边人手不够，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现在就给国公夫人送盅汤过去。既然是姐姐的请求，五儿又怎么会推迟呢？还真是个蠢货。这汤水下了药，只要国公夫人一喝，保准出事，届时你必死无疑。那就多谢妹妹了。这汤可是世子妃亲手做的，不可怠慢。你现在就快些送过去吧，不然主子责罚下来，我们可担待不起。我这就送过去。想用我做的汤去邀功，亏沈月柔想得出来。不过我可不会让你这么好过。哼，出来吧。五儿姑娘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在家宴前，我已经让世子爷吃下了您送的紫苏点心了。这是您要的汤。辛苦你了，我手里这汤估计已经被下了药。沈月柔看不爽国公夫人，就想让我替她背锅。五儿姑娘，那此事要不要告诉世子爷？不必，他越是不知道这场好戏，才越是引人入胜。好好好。奴婢见过主子们。我不是让他休息吗？谁让他来的？今日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，贱婢！好戏正式开始了。爹娘，这是儿媳给爹娘亲手准备的第2道菜。这就是儿媳给你们亲手准备的第2道菜。
这分明就是我儿做出来的东西，熟娘为何要冒充他？娘，这汤有清热解暑的功效，这个时节配合这河虾正是相宜。这什么汤啊？看起来这么奇怪。这汤名为紫苏汤。这汤味儿怎么这么怪？我怎从未喝过？是啊，什么紫苏汤啊，都没听说过。月柔啊，这般不入流的东西，你就这么端上来，实在是有些不妥吧？这汤里下了药，专门整治死老太婆的，还能除掉我儿这个贱婢。要是她不喝，我的计谋如何能得逞呢？喝这种东西，确实自降身份。撤下去吧，给我重新换一样来。等等，这是紫苏汤。当年我行军打仗，军队缺粮，我就在农户家喝过此汤，如今甚是想念。若是夫人不喜，就把此汤给我吧。夫君，这妾身怎敢将自己用过的给夫君？还是再上一份新的吧。你我夫妻何须讲究这些？不错，提神解渴。世子妃，这次做得很不错呀。那里面可下的泻药啊！那里面可下的泻药啊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尝尝这夫君喜爱的味道。死老太婆，剩你钱为难我，待会儿等着出丑吧。我才不喝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夫人觉得如何？确实如夫君所说，入口清凉。世子妃这次应该当赏。世子，你这次算取到宝了。这2道菜都很合我心意，你要善待世子妃，知道吗？是。夫君，思涵她肚子好疼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快去叫府医。怎么回事？母亲刚才还好好的，喝了这汤就腹痛了，是不是那汤有什么问题？五儿，你老实交代。奴婢冤枉了，这汤国公爷喝了也没事啊。你还敢狡辩？所有的菜上来之前都有人尝过，做出来的时候没毒，你送上来就有毒了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没想到你竟如此歹毒，有这样害主的心。来人，把这丫鬟拖出去狠狠的打，打到她说实话为止。打到说实话为止。爹，此事尚未查明。还有什么需要查的？来人，给我将这贱婢拖出去狠狠的打。国公爷，奴婢不怕死，可打死奴婢只会让真正下毒之人逍遥法外，还请国公爷三思。国公爷，奴婢有话要说。刚才我让五儿送汤过来，瞧见他往汤里撒了东西。胡说！你若见到，怎不阻止？然后报与主子，眼看主子受累，这可是同罪啊！奴婢瞧着也不是很真切，只觉得和五儿很像。世子爷，五儿才是毒害娘的刁奴，这丫头可是正人，你凶她做事。一会儿看见，一会儿不真切。这丫头嘴里没一句确凿的话，焉能成为正人？你们都别吵了，不论是不是他下的毒，汤都是他端上来的，逃不脱责任。先把他拉下去，打个20大板。娘，这不可。世子爷，母亲受累，你应当为她出气才是，怎能百般袒护一个丫鬟，实在不孝。宁思涵，我就知道你不中用，还好我可不靠着你。哎呀，我肚子好疼啊！这河虾有毒啊！这河虾好像有毒。司长，你怎么了？国公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府医怎么还没来？老爷，府医来了，快给夫人和司昭看看，他们到底是怎么了？
如何？是否中毒了？依我所见，这不是中毒。怎么可能不是中毒？娘和二弟都这样了，不是中毒是什么？根据脉象，2位主子脾胃失调，的确像是中毒，但在脉象中又出现一丝奇异，显示另有他因呐。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这我一时也探不出来啊。荒唐！你身为府医，竟医术不精，这不是耽误主子性命？爹，要我说，就该把这庸医同这贱婢拉下去，一起打20大板，然后逐出府去。不可！世子爷，这种没用的奴才还留着做什么？莫非世子爷被蛊惑了不成？世子妃说的不错，这样的奴才，国公府留不得。就按世子妃说的去办吧。国公爷饶命啊！这府医说的也没错，沈月若一心想要置我于死地，阻止他的都得遭殃。国公爷，奴婢知道2位主子为何腹痛。国公爷，奴婢知道2位主子为何腹痛，是因为过敏。你这刁奴还在狡辩！你不但毒害母亲，还毒害这么多人，死不足惜，还不把他拖下去？对，就是过敏。我曾在一本医书上见过此类病症，但现实中未曾见人得过。2位主子的脉象就是过敏无疑了。你凭什么说是过敏？我看定是你俩为了逃脱责罚说的狡辩之词。柔娘，尚未有定论，你就这么想将这个丫鬟置于死地吗？世子爷，我够了，来人，捉我的帖子去宫里请太医。你们先放开这个小丫鬟，让她继续说。国公爷，宁思昭少爷之所以会中毒，正是因为他是国公爷您的血脉。这同国公爷有何关系？你提起国公爷是何居心？爹，这婢女妖言惑众，就应该当场拉出去直接打死。即便有罪，也得让人说个明白再死吧。过敏是会遗传的，父母遗传给子女，子女遗传给孙子。那为何娘也会肚子痛？你这贱婢再妖言惑众，小心我打了你的嘴！国公夫人之所以会过敏，正是因为这盘龙虾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小河虾是极易引起过敏的吃食，可能会导致肠胃失调、风疹发作。府医或许听过此类病例。确有此例。你这蠢笨的丫鬟，倒是会编啊！你听听，你的话简直漏洞百出。国公爷也吃了河虾，根本就没有过敏症状。世子妃有所不知，国公爷之所以安然无恙，正是因为他服用了抗过敏的汤药。你瞎说！国公爷只喝了那紫苏，是那紫苏汤。对，这紫苏是可以抑制咽海鲜类过敏的症状。不对呀，那为何世子没有过敏的症状？来之前，我吃了紫苏饼。原来如此。今日夫人和思昭会遭此大祸，都是因为这河虾，而不是什么紫苏汤。既然你真相大白，那五儿就是无辜的。各位主子，五儿她一个丫鬟懂什么？这些定是她瞎编胡说的，大家可千万不要被她蛊惑了呀！海棠姐姐，你若是不信我没有下药，不如等御医前来诊断。若这汤没有问题，那便是海棠姐姐妖言惑众，死罪难逃。那便是海棠姐姐妖言惑众，死罪难逃。不用问了，我确实有过敏之症，只是不知这症状竟会遗传。至于这个丫鬟蛊惑主子，污蔑他人，这种心肠歹毒之人，不配留在我国公府。拉出去，杖罚50大板，丢出府外。世子妃救我！世子妃救我呀！贱婢，你竟如此恶毒，干出这种事儿来，我也保不住你。偏偏就是你，还不把这贱婢的嘴捂上，赶紧拖出去，捂住她的嘴，拖出去。世子妃，这菜既然是你亲自研制的，那你为何不提早告知我们？你这是想害谁呀？我
我哪知道这河虾吃多了会让人过敏？柔娘，我想问你一下，这个菜是你亲自研制出来的吗？当然了，世子，我怎么可能骗您呢？是吗？可据我所知，这菜根本就不是你做的，而是这丫鬟五儿亲自研制的。而是这个丫鬟五儿亲自研制的。为何世子会知道这不是我做的？等等，这才是五儿那个贱婢做的。辽管事不是说是厨子做的吗？难道我被骗了？你是说这河虾和紫苏汤都是这小丫鬟做的？她一个蠢笨丫鬟，怎么可能研制出这样的菜？那就奇怪了，世子妃你自己做的菜，不知会让人过敏，反而还需一个小丫鬟点出来，不会是你故意这么说，想在国公爷面前邀功的吧？我只是碰巧不知道河虾会让人过敏，要不是你们隐瞒病情，我怎么会……你个奴才，竟然敢打我！是我让他打的。沈月柔，你想尽孝，自己不事先做好准备，反而怪起国公爷来了，你简直目无长辈！来人，将世子妃带回去，禁足1月。禁足？世子爷，若是被禁足，我就成了这府里的笑话了。娘，柔娘不至于毒害家人，她应当不是故意的。涵儿，以前她骄纵没有规矩就算了，可如今她办下这样的错事，受累的还不止我一人，身边的丫鬟还险些污蔑好人，难道你还要包庇她吗？世子爷，我是冤枉的。对呀，还有世子妃你身边那个丫鬟，紫苏汤明明是抗过敏的，却被说成是下毒。你的丫鬟可不就是你指使的？世子妃，你这是要陷害谁呀？世子爷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相信我。若不是这个小丫鬟提起，我恐怕也会忘了过敏这件事，而冤枉了她。国公爷，五儿虽身份卑微，但今日遭受无妄之灾，实在是惶恐不安。主子们能够还五儿一个公平，五儿就已经感恩戴德了。此事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这河虾到底是世子妃弄出来的，说要打杀这个小丫鬟的也是她。世子，我相信你心中已有定数了。柔娘偷了五儿给我做的菜，讨好父亲，现在偷鸡不成蚀把米。若是此事爆出来，她这世子妃是真不能做了。娘，就依照娘说的办。爷，你竟然不护着我了。沈月柔，你看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以往你骄纵任性，世子护着你就算了，今日家宴你犯下此等错误，不深刻反省，却还想让世子护着你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来人，世子妃禁足1月，立即执行。一定是个贱婢害我，还勾走了世子的心，我一定要他死！贱人，全都是一群贱人！柔娘，你是世子妃，说话怎可如此粗野？世子妃？谁家世子妃被下人找过？你冷静一些好吗？今天的事，你才是做的不对的那个。好啊，原来你也觉得我是故意的。你们全家没一个好东西，都看不起我。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今日若不是我在，你恐怕还要被罚得更惨呢。站在我这边，为我说话，世子爷想护着的是我儿那个贱人吧？五儿本来就是无辜的，反倒是你，为何要执意针对他呢？爷难道还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吗？我倒是想问爷，平时府里根本没人做什么紫苏饼，你今日吃的那饼是从哪儿来的？爷果然与我儿那贱人私下勾缠，好一个口口声声说没有非分之想的丫鬟！
我看他小的海了去了。来人，把那小贱人给我绑来！是。柔娘，你别闹了！你现在还在禁足，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，连我也保不住你。况且你我之间的事情，别扯到武儿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护着他？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趁我熟睡之时，在一旁缠绵，我恨不得把那贱人千刀万剐。你都知道了，我不仅知道，我还看得清清楚楚。那贱人敢勾引你，就该去死！不是这样。世子妃，人带来了。奴婢见过世子爷。世子妃，你个贱人，我让你勾引世子，我要打烂你的嘴！柔娘，你别闹了。世子爷，你忘了吗？当初口口声声说只爱我一人，可是现在你的心已经被这个贱人勾走了。是你背叛了我。我没有忘，可一码归一码，武儿与我们的事情没有关系。我自问大逆不保。你娘关我1个月的禁闭，你却无动于衷，这就是你说的要永远护着我吗？以往我次次维护你，不惜让娘对我失望，可你都做了些什么事儿啊？那菜分明就是武儿研制的，可你却拿走去讨好父亲。你做出这种事儿，你对得起我吗？那菜怎么会是他做的呢？就算如此，我能用他的菜，那也是他的福气。下世就应该永远被主子踩在脚下。柔娘，你是真的变了。这次禁足，你就好好反省反省吧。爷其实早就嫌我妨碍你们成双成对了吧？需不需要我把世子妃之位也让给他呀？我把世子妃之位也让给他呀？我没有这个想法，你……我作为世子妃，惩治一个奴才的权利总是有的吧？今天我就让你看看，没了这张狐媚的脸，你还能勾引到谁？世子爷，贱人，你是演都不演了是吧？还敢在我面前勾引世子爷，我要撕烂你！柔娘，你别伤他！滚开！世子爷，你刚才不是问我，是不是想带走他吗？那我现在就告诉你答案。来，以后我儿就是我房内的丫鬟。世子爷。大哥竟放着嫂嫂这般如花美眷不要，偏要去宠一个小丫鬟，也太没眼光了。嫂嫂，要不要让二弟帮你分忧分忧？要不要让二弟帮你分忧分忧啊？你一个庶子，也配管我和世子爷的事？大哥现在就这么护着他，那以后你这世子妃之位可就危险了。一个丫鬟还想爬到主子头上来不成？就算世子要纳她，那她也只能是一辈子的妾。那女子今日能化险为夷，就说明她的心思可不简单。如今你和大哥已经被她挑拨，这往后她指不定还能让大哥把你给休了。不可能，世子不会这么对我的。今日家宴，大哥处处维护她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贱人，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他！
我有一计，能帮嫂嫂挽回大哥的心。你为何要帮我？那小丫鬟生的倒是有几分姿色，二弟我不过是想怜惜美人罢了。嫂嫂与大哥重归于好，我才有机会下手，不是吗？原来是看上那贱人了，这样也好，既能让爷和我重归于好，也能趁机除掉那个贱人。你的计谋，说来听听。还疼吗？让爷看看，是不是肿了？爷，奴婢不疼的，只是您那样对世子妃，会不会……柔娘突然变成这样，都是她应得的。你以后就安心待在我房中，她不会再欺负你了。有爷在，奴婢就不怕。哟，这不是五儿吗？怎么在扫地呀？世子妃，世子爷不是宠你吗？怎么就让你干这活儿啊？这是奴婢应该做的。倒是世子妃刚解除禁足，不去给夫人请安吗？跑到世子书房，这要是让夫人知道了，恐怕又要恼了。我做什么还需要你来教吗？奴婢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。你这嘴皮子是越来越厉害了，世子就是被你三言两语挑拨了我们的关系，看我撕了你这张嘴，看你还怎么说！住手！世子爷，刚解除禁足，就要责罚下人，这就是世子妃反省的结果吗？妾身只想管教他，毕竟哪有下人和主子顶嘴的道理？五儿是我院子里的人，我自会管教。你回去吧。是。对了爷，最近天热，我给你呀准备了绿豆汤。这一月来爷都没来看我，妾身自知犯下的错不可原谅，往后妾身会谨言慎行，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世子妃。你能想明白就好。那妾身就先告退了。我们回去吧。爷，不好了，世子妃她晕倒了。爷，不好了，世子妃她晕倒了。什么？好好的，怎么突然晕倒了？被禁足的这些日子，世子妃日日盼着爷去看她，可是爷一次都没去。世子妃思念成疾，日日以泪洗面，甚至食不下咽。现在一出来就为了见爷一面，身子是再也撑不住了。爷，您要不去看看世子妃吧？她能为爷做到此等地步，可见她是都改了。可她刚刚……那也是因为她对爷情深而已，患得患失才会如此恨我。于世俗之礼上，她固然有错，但在男女情爱上，她不过是爱得太深罢了。五儿，你就是这么想的？她要是有你这般通透善良就好了。人都是慢慢成长的，奴婢瞧世子妃是和以往不一样了。五儿，你真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子。奴婢只是不想让爷忧心而已。爷快去看看世子妃吧。还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。穆思涵还是放不下沈月柔，一个男人心里怎么可能装得下两个女人？看来我要另寻出路了。柔娘，听说你突然晕倒了，现在好些了吗？爷，您终于来看我了。都是爷不好，让你孤独度过了1个月。都是我应得的惩罚。爷，妾身想了很多，若爷是真的喜爱五儿，我不介意爷将她抬为妾室。你当真这么想的？只要爷能高兴，妾身委屈些又有何妨？柔娘，爷心里一直有你，
五儿，就算你能得到爷一时，能得到爷一世吗？马上我就会将你给我的屈辱都还给你。世子爷，国公爷找您有要事商量。柔娘，你好生休息，等晚上我再来看你。我此次从边疆回来，一是年事已高，二则是为祖辈传下来的香方找一个继承者。继承者往后就要代替我打理扬州的产业。扬州产业赚的那些钱，可是国公府财库的一半来源呢。我决定将香方就交给世子来保管。是。四昭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是该成个家了。可有心仪的姑娘？爹，妻子人选倒是没有，不过我看上一个小丫鬟，希望能抬成妾室。这是你房里的事，你就自己下去弄吧。多谢爹，不过这还得大哥同意才行。一个丫鬟而已，二弟但说无妨。多谢大哥，我想要那日被世子妃冤枉的丫鬟五儿。五儿不行。大哥，你刚还说任我挑选，怎么突然就变了性子啊？不过一个丫鬟，给你弟弟又如何呀？爹，不是儿子不愿，而是我已经打算将五儿纳为妾了。胡闹！一个沈月柔就够人议论我们国公府的了，你怎可还抬一个丫鬟为妾？子涵，你不是说此生就沈月柔吗？怎么这成婚还未到3个月，就想着纳妾了？哎呦，国公爷，那丫鬟机灵得很，上次家宴我都想要她到我房中来伺候了。世子爷会动心不难怪，要不让那小丫鬟自己来选。去把人叫过来吧。是。奴婢见过各位主子。你就是五儿？确实是一个可人。现在世子爷和二少爷都想纳你为妾，你可愿选一人作为夫婿，终身伺候？奴婢一个都不想选。奴婢一个都不想选。五儿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不是心里只有我吗？你一个丫鬟，竟然还看不上我们国公府2位公子？并非，而是奴婢死不做妾。做妾那也是抬举你了，难不成你还想做正妻？就是，贫贱不能移，奴婢虽卑微，但奴婢却有自己的骨气。嘿，你这个小丫鬟，怎如此不识抬举？够了！我现在看这小丫鬟倒是有些印象。家宴上宠辱不惊，现在又誓不做妾，德行真烈，难怪让我的2个儿子都看上你了呀。今日奴婢惶恐，还请国公爷成全。好，今日我做主，五儿升为国公府1等大丫鬟，任何人不能强迫她。这抬妾之事就此作罢。多谢国公爷。五儿，你为何不愿做我的妾？难道你说的爱我都是骗我的吗？爷，有没有想过，我若是答应了你，夫人那边又该怎么想？夫人本就对你的婚事敏感，您若是再抬我为妾，岂不是又要寒了她的心？爷，
奴婢也不想伺候除了您以外的人，所以迫不得已才会那么说的呀。原来如此，你这丫头，爷还以为你不要我了。爷对我那么好，奴婢怎么会舍得抛下你呢？沈月柔尚且未出，又来了一个宁思昭，宁思涵这条船还不能弃了。今日让国公爷记住了我，往后才好慢慢往上爬。这是宁家祖传的古香方，你替爷好生收着。古香方？我记得在书里，这香方被人偷了。宁思涵找到那盗贼后，在争斗中还将香方给烧了。最后，宁思涵还被国公爷责罚，掌管扬州产业的权利也丢了。而这一切，都是宁思昭计划的。爷，奴婢怕看不好这么贵重的东西。父亲此次回来，就是想在我和宁思昭两人之中选一人掌管国公府的产业。我的一举一动都太惹眼，这香方在我手里不安全，可你不一样，五儿，我相信你。若我能将香方保管好，然后再借着这个机会拆穿宁思昭的阴谋，爷放心，五儿一定会保管好的。什么？你让我去偷香方？你疯了吗？嫂子不是一直都想除掉那个五儿吗？若是让人知晓他偷了香方还弄丢了，此等不可饶恕的罪，咱不就有正当的理由将他发卖了？香方丢了，世子爷岂不是也要遭受惩罚？再说了，五儿一个内宅丫鬟，如何能接触到这么贵重的香方？笨！又不是真的让五儿把那方子偷去弄丢了，不过是给他设个套，事成之后再将香方物归原主，不就好了？到时候大哥也不会出事儿。嫂子，你是不知道那丫鬟今日在爹面前有多嚣张。我和大哥同时想纳她为妾，人家还不乐意，想做正妻呢。什么？那奸人真敢这么说？我看他呀，是真的能威胁你的世子妃之位啊。我答应你，只是那方子贵重，世子订户的如铁桶一般，我要如何得手？嫂子放心，二弟早有准备。二爷，我都看清了，那香方就放在世子爷书房书架上的花瓶里。你做的不错，下去吧。多谢二爷，多谢二爷。嫂嫂，这大哥的书房只有你有机会进去，将香方偷出来一事就交给你了。世子爷不在的时候，别让任何人进书房。是。世子妃，世子爷今日一早就出去了，现在不在书房呢。世子爷不在，我就不能进去了？我只是来给爷送汤的，放下就走，耽误不了多久的。放下就走，耽误不了多久的。而且我可是世子妃，世子怪罪下来，你可担不起。世子妃请。我就不信这次还弄不死你。世子妃慢走。
香芳替你偷出来了。你答应我的，要让那个贱人彻底消失。嫂嫂放心，我这就让人将香芳藏进他屋子里。届时香芳失踪，却发现在他房中，他就是百口也莫辩了。沈月柔这个蠢货，为了除掉一个小丫鬟，竟敢偷香芳。他若是不蠢，我们怎么能得到这香芳，然后扳倒宁思涵呢？哼！到时候发现香芳被毁，宁思涵和那个不知好歹的丫鬟都得死。哼，对，到时国公爷对宁思涵失望，这国公府的产业可就都是我们的了。此次香料大会在即，正是一个好机会。凭借古香坊的名声，届时我们宁家的香料将会闻名全国。思涵，去将古香坊取来。是。婉儿，去把香芳取来。是。此次香料大会可是圣上亲自下令举办的，若能夺得头筹，那咱们国公府可又水涨船高了。是啊，咱宁家的古香坊那可是绝无仅有的，这一经问世，天下的香业说不定都要以我们为尊了。古香坊珍贵十足，此次现身香料大会，必定惊艳四方。就是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可别弄丢了呀！说什么不吉利的话？思涵一直妥善保管，怎会弄丢呢？世子爷，香芳取来了。香芳不见了！什么？世子，我不是让你保管好吗？现在香芳去哪儿了？爹，请息怒，没准是婉儿拿错了。婉儿，我不是让你把香芳放好吗？怎么就只剩一个空盒子了？奴婢本来好生保管着，这突然就不见了，奴婢也不知道香芳去了哪儿啊！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竟然交给一个丫鬟保管，你好糊涂啊！你好糊涂啊！爹，这都是我儿的错，你可千万别怪世子爷呀！是啊，这当务之急是快找到香芳才对，等找到了再收拾这丫鬟也不迟。去搜，每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。是。哎呀，这次世子爷能将这么贵重的东西交给一个丫鬟保管，那下次是不是就要让这丫鬟插手我们宁府的生意了？国公爷，思涵是不慎被这丫鬟迷了心，等找到了香芳，将这丫鬟发卖就是了。是啊，爹，世子爷以往的作为，您可都是看在眼里的。这次就当世子看走了眼，您可千万别怪他。这香芳是我宁家至宝，此次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不过，那也是看在香芳必须完好无损的份上。至于这个丫鬟，找到香芳之后就发卖出府吧。父亲不可。大哥，你这是何意？这丫鬟弄丢的可是咱们宁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东西，不给他点苦头吃，如何对得起宁家的列祖列宗啊？世子爷，我儿犯下此等错误，你若还护着他，怕是会让爹寒心啊。父亲，此事都是我没有考虑好，待香芳找到后，儿子愿替他受罚。爷，你倒是重情重义，等找到香芳之后，惩罚你也是应该的。国公爷，香芳找到了，只是爹，香芳已经找到了，那么此事就和世子爷无关了，您就不要再惩罚他了。对了，这香芳是在哪里找到的？是在我二姑娘的房中找到的。好啊，你这个贱婢，竟敢私藏香芳，还拿个空盒子来糊弄我们，你到底是安的什么心啊？奴婢冤枉！爹，这贱婢
说不准是被什么贼人收买了，故意接近世子爷，就为了盗走这香方。你千万别放过他呀！奴婢没有跟外人勾结，奴婢是无辜的呀。究竟有没有？等大理寺的人来审问一番，就知道了。爹，大理寺那酷刑，我儿怎能受得住啊？你放过我儿吧。还有你，世子3番2次替这丫鬟求情，他却铸成如此大错。你这个做主子的也难辞其咎。你若还护着他，这扬州的产业就交给你二弟接手吧。我们思昭很愿意为国公爷分忧呢。我一定不会让爹您失望，将扬州的产业打理好。国公爷息怒，思涵定是被这丫鬟蛊惑了，才会识人不清。我这就让人将这丫鬟拖出去，乱棍打死。娘，不可！我儿他香方丢失，这丫鬟难逃其罪。我今日就要处死她。若还想做这个世子，就别拦着我。国公爷，奴婢弄丢香方，自知罪孽深重，可奴婢没有私藏香方，更没有和谁勾结。在临死之前，奴婢有一个请求，还望国公爷成全。你这个贱婢，还有什么资格提要求？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！等等，念在你伺候世子的份上，说吧。奴婢想最后再看一眼香方是否安然找到，让奴婢走得安心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成全你。香方被烧毁了，被烧毁了。这就是你看中的人，世子啊，世子！你要我说你什么才好？都是儿子的错，还请爹责罚。我这么信任你，还想着把国公府交给你，你竟然连香方都看不好！你这是想将我宁家的基业毁于一旦呐！来人，把世子给我拖去祠堂，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儿，重打100大板。国公爷，思涵不知这丫鬟怀有异心，会烧毁香方啊，都是这个丫鬟的错，不怪思涵呐。若不是他眼盲心瞎，香方怎会被毁？我不仅要罚他，我还要废除他的世子之位。从今以后，你不再是我国公府的世子。爹，你不能这么对世子爷，他是无辜的，这一切都是……我被骗了，我被骗了。沈月柔，你要是敢说出你和我密谋的事，你这世子妃之位也做不了了。这次大哥做的实在是大错特错，就算这丫鬟是好的，也不能让她保管啊！哼，这个小丫鬟胆敢烧毁香方，来人，将她送去大理寺大刑伺候。至于世子，看在父子情面，我可以留他。不过，以后国公府的一切都与你无关。但是，以后国公府的一切都与你无关。不，爹，你不能这么做，爹！哼！我意已决，思昭，将你大哥拖到祠堂受罚。是，爹。不许你们动世子！爹，要怪就怪这丫鬟烧毁香方吧！爹，世子他是无辜的呀，别伤害世子。看来嫂子还是没明白这香方对我们宁家的意义，这是我们宁家基业所在。如今被毁了，大哥可不是无辜的。还是说，嫂子你能拿出什么证据证明大哥和此事无关啊？要是说出我和宁思昭密谋，我一定会被世子休了的。
还不将宁思涵拖去祠堂？我有证据，证明我和世子都是清白的。香方都被你烧了，你还有什么证据？如果我说被烧的香方是假的呢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看你就是死到临头还嘴硬。来人，赶紧将这丫鬟给我带到大理寺去。真香方在此，请国公爷过目。这香方是真的，那被烧掉的是是假的。世子爷叮嘱我好好管理香方，我怕香方被盗，一直随身携带着，而我的顾虑也确实存在。你是说有人意图盗取香方？对，而盗取香方的人正是世子妃。你少污蔑我！我是世子的妻子，我为何要偷香方？今早世子不在书房，世子妃明面上是去送汤，实则是去偷盗香方，对吧？胡说八道！我放下汤就走了。再说了，香方藏在花瓶里那么隐蔽的地方，我怎么可能找到？我从未说过香方藏在哪里，你竟知道香方所在之地。柔娘，我对你失望至极。世子，我只是猜的，我不知道。世子，国公爷，筹划偷盗香方之人不止世子妃，还有宁思昭少爷。你血口喷人！我为何要偷盗香方谋害大哥？你有证据吗？香方被盗，世子被罚，还被剥夺了一切，这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便是二少爷您吧。至于证据，来人，把人带上来。这小厮是我书房里的，不过他已经被宁思昭给收买了。他将香方的所在之地告诉了宁思昭，然后宁思昭和世子妃一起联手盗取香方。只是万万没想到啊，宁思昭为了将我从世子之位上拉下来，竟不惜烧毁香方。什么？说！世子说的可都是真的？是真的，二爷给了我钱，让我去偷看香方藏在哪，然后告诉他。宁思昭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得不到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害人！你给我跪下！爹，就凭一个奴才说的话，连证据都没有，你不能就这么定我的罪啊！是国公爷，思昭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做不出烧毁香方的事啊！此事一定是宁思涵和这个丫鬟，他们合谋欺骗您呢。柳姨娘还真是会颠倒黑白啊！若不是我儿早有准备，我恐怕真会上了你们的当。世子爷早就知道了。我本以为你真的已经学好了，可没想到你会联合二弟一起坑骗我。现在将你和宁思昭密谋的事情一件件说出来，念在夫妻情分上，兴许我会放过你一马。世子，我没有偷香方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世子，你到现在还不知悔改，我真是后悔，我当初娶了你这个毒妇。够了，衙门抓人都得讲究证据。思涵，你可有证据证明是思昭偷了香方？自然是有的。国公爷，我在假香方上涂了紫苏草特制的药水，这种药水一旦接触，皮肤就会变色。想要知道谁接触过假香方，检查一下他们的手即可。国公爷，这便是证据，是世子妃和二少爷合谋偷了香方。沈月柔，思涵是你的丈夫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让他一无所有啊？对不起，世子，我只是偷了香方，想嫁祸给五儿。我不知道宁思昭他会烧了香方，我不知道他是想害你啊。沈月柔，我们和离吧。世子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不是有意的。你确实是不想害我，可你想害的是五儿，而你又是如此的蠢，竟还听信了宁思昭的话。
宁思昭意图盗取香方并烧毁，世子妃沈月柔作为共犯，还请父亲惩治这2人。爹，儿子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你就饶了我这次吧。是啊，国公爷，思昭只是年纪小，他还不懂事儿。都是成年人，就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来人，将二公子送去边疆，没有我的指令，不得回来。不，爹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啊！老爷，不要，你放过思昭。带下去。老爷，老爷，爹，走，爹，老爷。至于世子妃，和世子和离之后，就送回去吧。来人，将沈月柔拖下去。你这个小丫鬟真是料事如神呐，竟然还能帮着世子解除这么大的危机，我应当嘉奖你才是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？是啊，没有这丫鬟，思涵说不定都已经被冤枉了。不如让思涵抬她为侧室。经此一事，我总算知晓谁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。爹，儿子愿意娶五儿为正妻，还望爹成全。正妻她还不够格，不过侧室倒是可以。小丫鬟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奴婢不想做侧室，奴婢想成为一名女官，侍奉国公爷您。五儿你，就你一个大字不识的小丫鬟，还想做国公爷身边的女官？奴婢一心赤诚，还望国公爷成全。你这个小丫鬟野心倒是不小啊，还想做女官，替我管理国公府的内务吗？若国公爷愿意，奴婢愿为您分忧。都说自古女子不如男，但我看你这小丫鬟胆子倒是很大。好，从今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做我的女官吧。奴婢多谢国公爷提拔。你这个贱人，是你害我！沈小姐慎言，如今五儿姑娘可是国公爷身边的女官，你还是放尊重些。什么？他一定是用了什么妖术才爬到那个位置的！我要见国公爷，我要见世子！沈小姐，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吗？你已经不是世子妃了，而是一个被世子休了的小官庶女。若不是你勾引他，我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你如今的结局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，明日就将你送回去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不是世子妃，人生还有什么意义？五儿姑娘，沈月柔上吊自杀了。刚刚府医前来说她已经怀孕了，如今一尸两命啊！上一世她害死五儿，如今报应也该落在她身上了。